卢旺达是位于非洲东部的一个内陆国家。卢旺达由于其国土主要以丘陵和山地为主，它又被称为千丘之国。卢旺达是非洲大湖区较早形成的国家。早在公元前1万年，卢旺达就已经有人类居住，特瓦人是当地原始居民。胡图人大约于2世纪从尼日尔河一带迁入卢旺达境内。约在14至15世纪，图西人游牧部落对胡图人和特瓦人建立了封建保护制度。在卢旺达早期历史，氏族是社会最基础的组织形式，每个氏族都有一个父系人物，被称为氏族之父。实际上，这更像是一种小家庭单位之间的联盟体系。随着氏族首领积累的财富增加，卢旺达出现了至少3个强权。到17世纪，卢旺达王国征服了中部及周边的几个小部落。在随后的1个半世纪，卢旺达王国将疆域扩展至现今卢旺达全境。当时，图西人宣称国王是牛群和土地的唯一所有者。从此，卢旺达王国建立起国王对酋长、农牧民的保护关系，使广大胡图人农牧民降格为农奴。1884年，欧洲发生的事件深刻改变了卢旺达王国的历史轨迹。柏林会议期间，在未与卢旺达人民协商的情况下，欧洲列强把坦噶尼卡连同卢旺达和布隆迪划为德国势力范围。随着卢旺达国王姆瓦米基盖里4世于1895年去世，卢旺达陷入了王位争夺的纷争。德国军队随后帮助新国王平息了叛乱。随着卢旺达抵抗运动的平息，1899年，卢旺达被正式并入了德属东非。德国殖民当局为了更好地维护德国在殖民地的利益，德国将种族优越论带到了德属东非地区。德国殖民者依据英国人斯贝克作品《尼罗河发现日记》中的韩米特假说，称尼罗河沿岸的民众是失落的基督徒。在韩米特假说的支撑下，因图西人在信仰和长相与欧洲人更接近，所以图西人成为德国在东非的代理人。早期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在体貌上存在一定区别，比如胡图人身材中等，皮肤呈深黑色；图西人身材高大，皮肤呈黑褐色。然而，在长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，胡图人和图西人早就因相互通婚而变得体貌特征相似。为了维持图西族的统治地位，一些成功实现阶层跨越的胡图族成功人士被吸收到了图西族中，而一些贫穷的图西人则失去了自己的身份，成为胡图族。到一战结束后，因德国战败，协约国根据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条约，将原德属东非殖民地的卢旺达与乌隆迪交给比利时托管。因为卢旺达与乌隆迪毗邻刚果，比利时将该地并入比属刚果。为了避免殖民地交接可能出现的动乱，比利时延续了德国的民族分化政策。为了控制卢旺达人民，比利时招募了传教士，接管了卢旺达的小学教育。图西族儿童被告知他们比胡图族优秀，而对胡图族儿童的教育只是为了让他们为体力劳动做好准备。1935年，比利时在卢旺达引入了身份证制度，即按财产划分卢旺达人究竟属于哪个民族。比利时引入的身份制度改革将卢旺达的阶层彻底固化。原本胡图族人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跨越，可自从这项身份制度推出后，胡图族人再想跻身精英阶层就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。由于生存物资的匮乏，地位的严重不对等，导致了胡图族数次起兵反抗。在面对日益加剧的种族矛盾时，更让胡图族难以接受的是，身处统治阶层的图西人推出了诸多法律条款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加强图西族的统治地位。这导致了两族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。1941年至1945年，卢旺达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，估计卢旺达200万人口中约有20万人死于饥饿。二战以后，各殖民地国家纷纷谋求独立，卢旺达统治阶层也希望自己摆脱比利时的托管，实现彻底自由。比利时无法逆潮流而动，但也不想就这样便宜了图西族精英阶层。1959年，出身图西族的卢旺达国王去世，胡图人不希望自己再被图西族统治，卢旺达万圣节骚乱由此爆发。比利时人为了维系统治，转而支持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。1961年，在比利时的支持下，卢旺达举行公投，结果胡图族获得了政权。胡图族上台后，立即展开对图西族的清算，大批图西族精英纷纷出逃到邻国避难，
而留在卢旺达国内的图西族则成为受压迫的对象。逃离卢旺达的图西人在乌干达组织了自己的武装，他们与胡图族掌握的政府军不断交火。因卢旺达地处英语非洲与法语非洲的交界地带，所以卢旺达受到了法国的重视。1975年，卢旺达与法国签署协定，加入了法国主导的合作框架。为了将卢旺达建设成法语非洲的桥头堡，法国决定全力支持胡图族政府。从1962年到1993年间，法国向胡图族政府提供了超过3亿美元的财政援助。1979年，卢旺达北方邻国乌干达发生政局更迭，独裁者阿明被穆塞维尼领导的抵抗军推翻。穆塞维尼的军队中，超过1/4的人是从卢旺达逃出来的图西族难民。图西族在穆塞维尼的庇护下，于当年成立了全国统一联盟，寻求重返卢旺达。1986年，穆塞维尼掌控乌干达全境后，全国统一联盟改组为卢旺达爱国阵线。该组织吸纳图西族与温和派胡图族，致力在卢旺达建立民族团结政府。1990年，以乌干达为基地的爱国阵线开始越境反攻卢旺达，卢旺达内战由此爆发。法国政府为了支持胡图族政府，向其提供了1亿美元以上的军事援助，这使得胡图族掌控的政府军在3个月的时间内扩军3倍。持续的战争使卢旺达民生凋敝。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认识到民族和解的重要性，他通过布隆迪总统的斡旋，于1992年同爱国阵线签署了停火协议。1994年4月，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在参加完会议后，同乘一架飞机返航，结果飞机在卢旺达首都的机场上空被击落，2位总统不幸身亡。由于2位总统都是胡图族，所以空难发生后，在卢旺达、布隆迪均占优势的胡图族武装便把空难的责任归咎于图西族。在总统的亲信里，有个叫做菲利西安·卡布贾的商人，他掌握着卢旺达境内多家电视台和电台。得到总统死亡的消息后，掌握宣传渠道的卡布贾成为了发号施令的王者。他跟一些极端胡图族武装商量了对图西族的屠杀细节，因为图西族的个子稍高，胡图族民间对他们有高木头的外号，于是卡布贾将砍高木头作为行动暗号。1994年4月7日，卡布贾掌控的电台开始不断喊出砍倒那些高木头的口号。在极端胡图族民兵的带领下，100万胡图族人手持砍刀走上街头，对图西族人展开大屠杀。在屠杀第1天，胡图族士兵冲入总理府，杀害了图西族女总理和3名部长。在此后的3个月时间里，总计约有80万至100万民众惨死在胡图族武装手中，这占当时卢旺达总人口的1/7以上。另外，还有25万至50万女性遭到奸污。当年6月，美国、法国和比利时组成了维和部队，进驻了卢旺达。美国考虑到1993年美军士兵在索马里被游街的惨状，不愿插手卢旺达局势，美国和比利时军队不久后撤离了卢旺达。法军虽然继续留驻，但却毫无作为。此后，由卡加梅领导的爱国阵线军事力量，在争取到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支持后，发动了对胡图族武装的攻势。由于胡图族的政府军大都是新兵，在面对参加过乌干达内战的爱国阵线军队时，胡图族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。经过1个多月的激战，爱国阵线控制了卢旺达首都基加利。爱国阵线夺取政权后，卢旺达200万胡图族民众由于害怕遭到图西族新政权的报复，逃往到了邻国寻求庇护。由于难民营环境恶劣，食物极其短缺，加之霍乱、痢疾等高危传染病肆虐，在很短时间内便导致数千名胡图族难民死亡。为缓解大屠杀后的民族矛盾，卡加梅主动举荐温和胡图人为卢旺达新任总统。经过近30年的发展，卢旺达被评为非洲大陆最安全的国家，廉洁程度在非洲位居第5。除此之外，卢旺达因风景秀丽，被世界经济论坛、世界银行、非洲发展银行评为最具旅游潜力国家之一。